谁的4年不是4年？埃及没有认输，他们把申诉文件直接送到了国际足联。比赛结束后，埃及足协正式要求重新审查阿根廷对埃及这场淘汰赛的多次关键判罚，主裁判、助理裁判、VAR 团队全部被写进申诉内容。这不是单纯的输球不服，而是埃及认为这场比赛最刺痛人的地方不是3-2的比分，而是同样一场比赛里，两支球队得到的判罚感受完全不同。阿根廷的关键判罚有机会被反复确认，埃及的关键申诉却没有得到同样明确的回应。奇库的进球被 VAA 回溯取消，萨拉赫在禁区内倒地，埃及全队要求检视。麦卡利斯特和哈姆迪法蒂的禁区接触也成为赛后申诉焦点，可最后比分没有改变，阿根廷反击，恩佐头球破门，3-2，埃及出局。中场哨响那一刻，埃及球员没有立刻离开，他们围向裁判，有人比出 VAR 手势，有人指着禁区方向，有人站在原地不停摇头。因为这一夜，埃及要的不是同情，他们要的是一个解释。这场比赛真正被推上风口浪尖，是从奇库那颗被取消的进球开始。老规矩，体坛硬核拆解每日更新，喜欢这类深度内容的订阅开铃铛。当时埃及完成一次快速推进，球被送进阿根廷球门，埃及球员已经开始庆祝。如果这球有效，场上的局势几乎会被彻底改写。但 VR 介入，画面被往前回拉，裁判组最终认定进攻发起前存在犯规动作，进球被取消。从规则角度看， VR 可以检查进球前的进攻过程，这不是没有依据。但埃及真正不服的是尺度，这次回溯非常细，细到要把画面拉回到进攻早期，细到要判断一次中场附近的接触是否足以推翻后面已经完成的进球。埃及球员当场就急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普通的一次吹罚，这是直接抹掉一颗可能改变淘汰赛命运的进球。更要命的是，这次判罚在埃及心里埋下了一个问题：如果 VR 可以这样仔细，那后面埃及禁区里的申诉为什么没有同样被仔细处理？这个问题成为整场比赛最大的火药桶。比赛后段，埃及连续提出点球申诉，一次是哈姆迪法蒂在禁区内与麦卡利斯特发生接触，埃及球员认为这个动作影响了他的跑位和身体平衡；另一次是萨拉赫在阿根廷禁区内倒地，埃及替补席瞬间站起来，场上球员也第一时间冲向裁判，他们要的不是裁判立刻判点球，他们要的是同样一次完整确认。前面埃及的进球可以被回溯到早期进攻环节，那么这一次发生在阿根廷禁区内，直接关系到比赛结局的接触，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耐心看清楚？这就是埃及最不服的地方。不是每次倒地都一定是点球，不是每个争议都必须改判，但同一场比赛不能一边细到每个前序接触都要追，一边到了最敏感的禁区画面却让比赛快速往下走。几十秒后，阿根廷打出反击，球传到前场，恩佐起跳头球破门，阿根廷3-2反超。这一刻，阿根廷替补席冲了出去，埃及球员却几乎愣在原地，因为他们心里还停在前一个画面，萨拉赫倒地，全队举手，裁判没有改判，比赛继续，然后球进了。这就是足球里最残酷的瞬间，你还在等一个哨子，对手已经把球送进了你的球门。中场后，埃及教练组情绪彻底爆发，有人冲向裁判理论，有人被工作人员拉开，有人因抗议吃牌。埃及的愤怒不只来自最后一球，而是整场比赛累积下来的判罚观感。在埃及看来，阿根廷踢得强硬，这可以接受。南美球队本来就擅长这种比赛，阿根廷如此，乌拉圭如此，巴西在硬仗里也同样懂得用身体对抗、节奏切割和小动作消耗对手，这不是秘密。南美足球从来不只有华丽和天才，它还有拉扯、卡位、逼抢、延误、利用裁判尺度，这些都是淘汰赛的一部分。但问题是，当一方的强硬被视为正常对抗，另一方的接触却被反复放大，球员就会开始失去信任。埃及要问的正是这一点：为什么我们的进球可以被回溯？为什么我们禁区里的倒地却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确认？为什么阿根廷的身体对抗可以被理解成比赛经验？为什么埃及的抗议最后却变成一张又一张牌？这些问题才是埃及足协申诉的核心。他们没有要求世界直接改变比分，他们要求的是调查，是说明，是把关键画面重新放到桌面上，让所有人看清楚裁判组的尺度到底是否一致。对阿根廷来说，这场胜利当然重要，让2追3，补时绝杀，卫冕冠军挺进8强。如果只看剧情，这就是一场足够热血的逆转。但足球不是只看比分，尤其是世界杯淘汰赛，每一次哨声，每一次 VAR 介入，每一次没有介入，都可能改变一支球队4年的命运。所以阿根廷赢了，可这场胜利没有让所有人服气，因为它太吵、太乱，太多画面被反复拿出来讨论。奇库的进球为什么被取消？萨拉赫那一下到底该不该重新确认？
哈姆迪法蒂的禁区接触是否足以判罚？埃及教练组为什么会在中场后情绪失控？当这些问题连在一起，3-2就不再只是一个比分，它变成了一场争议，一场申诉，一场埃及人很难吞下去的失利。奇库赛后的情绪也正是这种不甘的缩影。对埃及球员来说，输给阿根廷不丢人，输给梅西所在的卫冕冠军也不是不能接受。真正难受的是，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把比赛推到了最接近奇迹的位置，却在几个关键瞬间没有得到自己认为应有的判罚回应。这比输球本身更痛，因为输球可以重来，但世界杯淘汰赛没有重播，一旦中场哨响，所有人的命运都被固定。阿根廷继续往前走，埃及只能离开。可是离开前，他们没有低头，他们选择申诉，选择把不满写进文件，选择把这场比赛交给国际足联重新检视。这不是输不起，这是一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最后一次为自己发声。也许最后结果不会改变，也许阿根廷的晋级依然有效，也许裁判组会给出规则层面的解释，但这场比赛留下的观感不会那么容易消失，因为球迷记住的往往不是官方报告里的每一个字，而是画面，是奇库进球后笑容被 VAR 打断的瞬间，是萨拉赫倒在禁区里，埃及球员全队举手的瞬间，是恩佐头球破门后，埃及球员还在回头找裁判的瞬间，是中场后整支球队围着裁判讨说法的瞬间。这些画面比比分更刺眼，也比结果更难忘。阿根廷当然有强队底蕴，他们能在落后时追回来，说明球队还有韧性；他们能在最后时刻完成绝杀，也证明关键球员确实敢站出来。但这场胜利并没有把他们完全推向掌声，反而让他们背上了一个新的舆论包袱。接下来，只要阿根廷再遇到5-5开判罚，这场对埃及的比赛一定会被重新翻出来，因为外界已经开始关注这支阿根廷到底是在用冠军经验赢球，还是在用更强硬、更边缘的方式把比赛拖进自己熟悉的泥潭。以前的阿根廷让人想到的是天才，是灵感，是梅西在狭小空间里突然改变比赛，是传控，是细节，是南美足球最浪漫的一面。可这一夜，很多人看到的是另一面，更凶、更碎、更懂得消耗，更懂得在尺度边缘踢球。这不一定违规，但它一定会改变观感。尤其当对手是埃及，一支没有那么多巨星，没有那么大流量，却拼到最后一秒的球队。埃及离开了，但他们不是被轻松打倒的，他们把卫冕冠军逼到最紧张的位置，他们制造了足够多的威胁，也让全世界看见这支球队不是淘汰赛里的配角。只可惜，最后被记住的不是他们的勇气，而是那些争议。世界杯就是这样残酷，强队赢球会被写成经验，弱队抗议常常会被说成不甘心。但足球最不能失去的是同一套标准，因为一旦球员开始怀疑尺度，比赛就不再只是技术、体能和战术的较量，它会变成心理战，变成情绪战，变成每一次倒地都在等哨，每一次哨声都在引爆争议。埃及真正想问的也许只有一句话：如果今天被回溯取消进球的是阿根廷，世界会怎么反应？如果今天倒在禁区里的是梅西，VR会不会更仔细？如果今天被淘汰的是卫冕冠军，这场比赛还会不会这么快被翻篇？但这就是争议存在的原因。阿根廷带住胜利走向8强，埃及带住申诉离开世界杯。一边是晋级，一边是不甘，一边是冠军球队的命运，一边是被淘汰者最后的抗辩。这场3-2也许会被写进阿根廷的晋级之路，但在埃及球迷心里，它很可能永远不是一场普通失利。它是 VAR 回溯取消进球的那一刻，是萨拉赫倒地后全队等不到回应的那一刻，是中场哨响后明知道比分不会改，还是要冲上去讨说法的那一刻。所以问题来了，如果你的国家队站在埃及的位置，你能接受这样的淘汰吗？为了赢球，你的国家队会不会也选择更强硬、更灰色、更接近南美式的比赛方式？要是只看观众流量，决赛会不会是印度对中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也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见，拜拜。